她也太惨了。哎，婉婆婆这就被带走了，也不知道她那孙女日后怎么办。得罪了相府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卖桂花蜜喽！来看一看，瞧一瞧。来尝尝我家这桂花蜜，不甜不要钱。你这里可以先吃再买，对吧？是，不好吃不要钱。都尝尝。我的爱妻也尝尝。公子不买些吗？为什么要买？可尝了这么多，知道我是谁吗？银子要多少有多少，跟我回府我就买。把他拴到马后面。是。绑紧点儿，别让赏银跑了。小姐，这套出来可真有意思。桂秋，真甜。等祖母给你攒够嫁妆的钱，我的秋丫头就能穿着凤冠霞帕，做这世上最幸福的新娘。祖母，你在哪儿？下雨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记得祖母还给我留了很多桂花蜜，就说桂秋这丫头是魔形转世。你瞧，她祖母那么疼她，她如今哭都不哭的。也怪她祖母命苦，得罪谁不好，居然得罪了沈家大小姐。行了，别议论了。要是传出去让沈大小姐知道了，当心你们的舌头要被她拔掉。奇怪，似乎不那么好吃了。或是平日里有什么吃食不新鲜，祖母会立刻重新给我做。这种难受的感觉好讨厌，从小到大，谁让我难受，我都要成倍的还回去。那么这一次，是谁让我难受了呢？哦，邻居说过她的名字，国公府的大小姐沈荣香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沈家在给大小姐找女伴读呢。哎呦，我也听说了，那沈大小姐一直痴心于新科状元郎裴公子，3番5次追在后面表明情意。可那裴公子是何等清高文雅之人，只喜欢同样知书达理的女子。沈小姐名声跋扈，周围的丫鬟也都是陪她胡闹的，据说是被裴公子不喜。所以啊，沈小姐急着寻些端庄雅静的伴读丫鬟来给自己撑场面呢。要是能进国公府当差就好了。听说扫院子的粗使丫鬟都能拿2两银子，足够养活一大家子。可惜我家那个是个大字不识的，送去也选不上。多巧，沈荣香，你也得靠装。身子骨太瘦，滚！下一个。回
会识字吗？读过什么书？回夫人不识字，识的几个，没读过书。奴婢读过女诫。哦，那么女诫开篇有云：“卑弱第一”，你对此作何解？卑弱并非卑卑弱小，而是该以谦卑之心处事。我们身为女子，无论富贵贫贱，都当谨守谦和礼让之心。贫家之女能有此等见地，已算难得。你跟我走，去见小姐，也就是你的主子。这是桂秋，以后就留在你房中伺候。看着就是个无趣的。贩毒要有趣做什么？难道还要像这些小贱蹄子一样陪着你闹？蓉儿，你不是倾心裴大人吗？只要你乖乖守规矩，别再给你爹爹和我惹事儿，我就去裴家提亲。娘，那可说好了，我只嫁裴宪哥哥。裴宪，从今儿起，我定要乖乖读书，谁也别想拦我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为您考个女官回来。小姐，该晨读了。小姐，昨日您说要在裴大人来访前多读2……滚开！不长眼的东西，别碍着我睡觉！哟，这不是夫人亲自送来的那位大红人吗？大红人怎么还挨了打呢？姨母说，表妹近日都在家中读书，这就是你读的书吗？我……小姐，找到你说的药油了。这鸟儿受的伤太重，不知能不能活，但小姐尽力救治，也是她的造化。万物有灵，救她是应该的。公子恐是误会我家小姐了。小姐近日都在认真读书，只是刚才窗外有响动，一只麻雀被老鹰所伤，小姐不忍看她在地上挣扎，才赶到院子里，叫我去取药。是这样吗？奴婢绝无虚言。抱歉，是我错怪表妹了。看来姨母并未骗我，表妹近日的确有所改进，能够怜惜无辜生灵。公子可否等我一下？裴大人，无妨。我本以为你是那种棘手里的女子，让大人见笑了。表妹变得不一样了，应该都是你的功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桂秋。桂秋，表妹身边有你是她的福气，若她能改变之前的性子，也是国公府之福。桂秋自当好好陪伴小姐。公子慢走。
裴宪哥哥下次来，我到底穿哪件？这件红的够不够艳？小姐，裴大人清高，这件湖蓝配白玉簪，最像他喜欢的空谷幽兰。幽兰，好，就听你的。他若再不心动，我就……桂秋，快醒醒，小姐要出门，叫你一起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去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小姐的吩咐，快去吧。若是小姐等不耐烦了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那是小姐，不是小姐又能是谁？这院子里有人敢穿小姐的衣裳，是嫌自己活太久了不成？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知道你怎么得罪我的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真正不知道的人是你呀，翠云。臭老太婆，脏了我的裙子，你赔得起吗？说话！我们刘家是国公府的家生子，你敢得罪我们，知不知道是什么下场？要死扑上，我就切断他的大腿。堂兄！伤着没有？裴大人，你受伤了。回京路上遇到叛党作乱，不碍事。为何出现在此？是翠云和刘思，他们把我骗到这。帕子脏了，我洗净了再还给大人。山路难行，抓着我的衣袖吧。牵着手下山，就不会迷失回家的路。我回去早些休息，别惊动旁人。大人保重身体。昨日与你私通的人是谁？什么私通？别装了！我从山坡底下爬上来时，正看到你们两人共成一起，你侬我侬的样子，你敢说不是？等着吧，小姐最恨手下的丫鬟与外人私通，等她知道，你有9条命都不够死的！
你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命等到那个时候。我沈家清明绝容不下这等肮杂事。既然有人揭发院里有丫鬟不干净，那就挨个屋子给我搜。小贱人，看你这次往哪儿躲！没有，搜到了！裴宪哥哥的帕子。好啊，你个狐妹子，我进来瞧着你就不安分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觊觎我的宪哥哥！不是我，是桂秋。那一晚的人明明是裴宪，是桂秋诬陷我。我知道翠云姐姐不喜欢我，但也不能凭空污我清白。裴大人是何等身份，奴婢怎敢？住口！桂秋这丫头是我亲自选的，再乖顺不过，怎么有胆子做出勾引外男的丑事？倒是你翠云，仗着是家生子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刘家在府中怎么作威作福？来人，把这丫头给我拖到偏院去，狠狠的打！帕子在哪儿得的？我没有。说，你是不是偷碰他了？你是不是偷碰他了？劳烦师傅给这位姐姐打口后事的棺材。虽是犯了错，但好歹共事一场。姑娘真是好心肠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你也肯帮衬。裴大人，你看，沈小姐的手比你想象的还要脏。小姐请回吧，公子说了，近日事务繁忙，闭门不见。忙？我是她表妹，给我让开，让开！宪哥哥，我特意给你带了。出去！宪哥哥，你为何这样凶我？翠妍不过是个丫鬟而已。为了一个丫鬟，蓉儿，那是一条人命，你怎能如此暴虐无常？你为何要为一个丫鬟这样动怒？够了，裴宪！你不走，我走。你不许走！宪哥哥不来，我就饿死在这屋里。胡闹！你赢了。你还是来了，哥哥，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给你，绫罗绸缎、山珍海瑞，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只要你看看我，好不好？悉听尊便。桂秋，你当初为何读书？是祖母让我读的。她说，女子明事事总是好的。是啊，明事理。我读书也是为了明事理。可如今，我眼看着家人打杀下人，却无法惩治；眼看着沈国公以银钱要挟，而我不得不妥协。我本以为我苦读圣贤总能明道，却不知总会有那一天的。什么？桂秋虽然学问不及大人，但也知道一句话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桂秋相信世道黑暗，但总有终结的那一日。读什么？沈荣香，
你要的裴燕正在被我亲手变成刺向你的刀。裴大人愿意放下重担，昼夜不休忙碌了半月，还赶来参加沈小姐及笄礼，看来沈府喜事将近呐。没长眼的奴婢，我的及笄礼全毁了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这就带公子去更衣。这不是去厢房的路。公子方才是在忧心允州的难民吗？允州民不聊生，易子而止，哀鸿遍野，这里却珍馐遍地，酒肉成山。抱歉，我不该与你说这些。后门就在前面，没有守卫。我若想走，自可光明正大的告辞。只是裴家始终亏欠沈家，那点恩情早已还清了。公子缺的不过是一个决绝的理由。我想帮公子脱身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公子可知，方才我在席上打翻的那盏醉仙酿，价值一何？300两，差不多是允州3000灾民1月的口粮。这样的300两，今夜还有无数盏。而小姐方才还抱怨去年的贡酒不够醇厚，命人搬出去倒进池塘。奴婢虽出身微贱，却也知哀民生之多艰。想让府中这群人反省自身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毁了这一切，以儆效尤。你这儿酒气太盛，若是不慎引燃了灯烛，也是意外，不是吗？我从未如此畅快过。堂堂状元郎怎活得这般窝囊？喜欢就说喜欢，厌恶就说不，别为那些规矩礼法丢了真正的自己。所以，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的你。想逃吗？离开沈府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或者来我身边。你到底是谁？裴大人，你只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。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的击毙礼全被你毁了，有10条命都不够你赔！
有人看见起火前你在酒窖旁鬼鬼祟祟。桂秋，我原本看你乖顺，没想到你敢有这种心思。裴公子到。宪哥哥，你是来替我撑腰的，对不对？快把这个送火的奴婢拉出去打死！姨母，裴谢前来是为谢恩。谢恩？当年家母病重，姨母遣人送粥赠银，裴家方能渡过难关，此恩裴家允逆于心。今日特备千份薄礼，分赠城中流民，愿以姨母之名行善积福。宪哥哥要感恩同我说便是，施舍那些人做什么？第二件事是为道歉。今日府中失火，是我不慎打翻酒液造成，这些是裴家全部产业，愿尽数赔付，从此两不相欠。两不相欠？裴宪，我沈家对你们母子有救命之恩。你毁了我的吉宾礼，用这几个破包子和几张银票就想打发我们？要说的已经说完，今后若无其他事，裴宪便不再叨扰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沈荣香。接下来，我要带你去看你爹娘藏在地窖里的秘密。府中火势已熄，沈国公并未怀疑我。知道了。我是负责监察百官的暗探，当初揭发贪腐遭到余党报复，是李婆婆救了我。听闻李婆婆被沈荣香所害，我想报恩，也想帮你。你是想利用我调查沈国公？你平日那副乖巧模样，果然是装的。我们各有所图，目标一致，这就够了。沈府内部情况如何？大火时我留心看了，沈老爷2个亲信第一时间冲进了西房第1间。那屋子平日空置，最不起眼，应该是藏账册的地方。账册，若能拿到那个，沈国公的死期就不远了。沈荣香最怕跌落云端，那我们就先把她的云一朵一朵掐碎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嫁给裴宪哥哥。爹，你去求旨，你去求皇上赐婚，得不到他的心，我也要得到他的人。蓉儿，快放下，你爹会想办法的。去，给小姐把锦玉阁新打的翡翠琉璃簪取回来。上来。
沈家欲请旨赐婚，你可知道此事？略有耳闻。婚姻大事，自有胜才。奴婢人微言轻，不敢智慧。是不敢智慧，还是乐见其成？一个目睹祖母惨死、身负血仇之人，却甘心入府。桂秋，你告诉我，世上真有这样的孝孙？桂秋，你看着我。裴大人，你是贵人，何苦费精力调查我一介小小奴婢？你想知道什么？现在直接问我便是。我想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沈国公府势力极大，不是你一个人能撼动的。裴大人，重要的不是我要干什么，而是你要干什么。你有无数选择，你可以把我交出去邀功，可你似乎不喜欢走容易的路。我从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，你跟我一样喜欢走很难的路。我给你2日离开这里，无论我选什么，都与你无关。要帮你杀了他吗？他那样温和的人也生我的气了。要帮你杀了他吗？我需要时间想想。是在想如何应对他，还是在想如何留他？现在杀他只会打草惊蛇。从没见过你做事这么瞻前顾后。我只是在权衡利弊。利弊，留着他便是留着一把随时会反刺的刀。他已知你底细，若将一切告于沈家，他不会。2日后，若他挡路，我不会再问第2次。沈国公把这东西藏得很深，费了不少功夫才取出来。克扣赈灾粮上3000升。裴正竟然不是被害死的，他是沈国公的同谋。分赃不均后才生了嫌隙。沈家资助裴县，哪是什么善行？分明是分赃，也是为了封裴家的口。裴县，你一直以为你的家族清白无辜。如果你知道你这些年引以为傲的政治，你读过的每卷圣贤书，流的都是允州灾民的血，你该如何自处？你还没下定决心？这东西只要往上一交，沈家必死，裴县的名声也会跟着彻底。把那个贱人给我拖出来！我爹娘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吃里扒外，拖走！和你合作的人是谁？说！走。我一直都在利用你。我知道。你这样是公然与沈府为敌。我知道。疼的话就吃点甜。我想起祖母说的，生活很苦，但一定会有一点甜，值得你熬下去。我确定了一件事。桂秋是祖母给我取的名字，你可以这么唤我，也可以继续喊我贱人，我不在乎。可她叫李婉娘，大家有时候会喊她婉婆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破葵花蜜，关我什么事？贱人！
祖母说过，乖孩子得乐于助人。你既然想不起来，我便帮帮你。你这个负心汉，鬼丘，你这个毒蝎贱人，老天不公，为何要这样对我沈家？别叫了，你爹娘秋后就要问斩，你也快了。这里有些碎银，还有几瓶伤药。你如今可如愿了？公子可知，蜜糖此物有时是解药，有时却是最烈的毒霜，甜味入后，让人忘了苦，却也麻痹了痛觉。这就是我的选择，裴仙，我从不后悔。祖母，我来寻你了，你在那边，可别忘了再酿一罐桂花蜜。等我到了，还要先尝一口最甜的。这一罐是给秋儿百岁生辰用。杀祖母，城西最长寿的张大娘也不过活到90高寿。还是差了许多。是祖母加了秘方，还是这世间再也没人能做出那样的味道了？要不要一起离开这里？为何要带我走？明明你刚破获大案，圣上要为你加官进封。担心你留在这儿，会想起不开心的事罢了。差点忘了，你一向不用我担心。不过你既要开铺子，可有本钱，可选好了店址。圣上倒是给了我不少赏赐，也更好，正愁没处花，不如用来投你这铺子，赚的钱你与我分，日常我也会帮衬你。我算过了，自己就该拿那么些。
楠楠，别闹。客官，想吃点什么？路过这里，想讨杯水喝，可以吗？稍等。叔叔，你认识我娘吗？算是一面之缘吧。我娘手艺很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娘性子也很好。臭丫头，我一时没看住你，你又跑外面淘气。对不住，我家丫头什么都好，就是个碎嘴子，逢人就喜欢撩我。没烦你季叔叔吧？没有。楠楠今天乖巧得很。误会了，她是隔壁周娘子的女儿，经常往这儿跑。那你，我只是在这里整理公文。谢谢。桂花蜜还有吗？尝尝吧。你一直在此。嗯。第一年冬天，我差点没熬过去。后来跟着戍兵开荒，手磨烂了，结成厚茧，反而习惯了。北疆夜里风大，睡不着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京城，想起一些事，一些人。第3年遇了马贼，我护着粮队，背上挨了一刀，躺了2个月。那时觉得可能就那样了。后来收到过一些药材和银两，没有署名，但包药的纸有桂花的香气。再后来，我教边民认字，帮着整理文书。朝廷说我表现不错，可凭功抵过。很甜，和想象中一个味道。之前交好的朋友开设了学堂，我如今是那里的夫子。你若是得空，可以来看看。嗯。我明日还能再来吗？我在这里开店，想来的人都可以来。那以后我每日都来。裴大人好大的架子，要下人亲自送过来。桂秋姐姐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我祖母当年为我留下的嫁衣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嫁给世上最好的儿郎。可是，桂秋姐姐已经是世上最好的姐姐了，为什么祖母还希望你嫁人呢？祖母，桂秋，水烧好了。怎么了？可是手疼了？坏叔叔，有个瞎了眼睛的坏叔叔，他在店里乱砸，还骂人。叔叔，快去帮忙桂秋姐姐！
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这只眼我记了这么多年，每到阴雨天它就钻心的疼。那时候我就想，一定要让你付出100倍代价。你若是当年不生呆心，这眼也瞎不了。今日找来，不过是咎由自取。你光天化日，京城脚下，岂容你放肆？这些年我查过他的过去，知道他过得不易，可亲眼见到他这副无所畏惧，甚至有些近乎冷酷的模样，在神府那些年的弱女子假装下，他到底是踩着怎样的碎玻璃走过来的？去死吧！小心！这儿酒气太盛，若是不慎引燃了灯烛，也是意外，不是吗？想逃吗？离开神府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或者来我身边。一个目睹祖母惨死神父血仇之人，却甘心入府，对仇人俯首帖耳。桂秋，你告诉我，世上真有这样的孝孙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沈家不是你能只身对付的，收手吧！大人，重要的不是我要干什么，而是你要干什么。我从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，你跟我一样，喜欢走很难的路。神府给你是资助还是笼子？你早已清明，你那状元身份就是最体面的囚笼。你嫌他愚钝，笑他天真，但其实恨不得取而代之。你早疯了，只有他看穿，你只是个懦夫而已。他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你平日那副乖巧模样，果然是装的。现在杀裴宪是最快的法子，他知道太多了。现在杀他，只会打草惊蛇。留着他，便是留着一把随时会反刺的刀。他已知你底细，若将一切告于沈家，他不会。你喜欢他吗？那个连真相都要靠查才能知道的人。明明我才是最理解你的人。2日后，若他挡路，我不会再问第2次。你挡什么？裴宪，你疯了吗？你没事就好。好一对亡命鸳鸯，我送你们一起走！拿下，送入大理寺死牢。
姬大人这手劲儿，若再中半分，这胳膊怕是废了。裴大人一介书生，连重剑都提不稳，也敢在那些亡命之徒面前充英雄。若非我及时赶到，你以为凭你那2句圣贤书能护住他？武官大人倒是神勇，可你那一身杀气，关键时刻也不知道用到何处了。裴炫，别以为你比我更懂他。那咱们就看看，这院子里的桂花，最后为谁而开？秋姨，季叔叔和裴叔叔是不是在打架？他们看着好凶呀！桂秋，跟我回京吧。在这山野之地，今日是狗蛋，明日又是谁？我能给你这天下最稳的依靠。桂秋，教书场还没散，论渊还要学生字，我也留在这儿。这里的糖水，我喝一辈子也不腻。2位大人的恩情，桂秋记下了。水开了，2位若是想喝糖水，便请入座；若是想谈婚论嫁，谈去留归处，那便请自便。我这小庙供不起佛，也留不住将。这糖果然够甜，甜到心里，自然就走不了了。